一家公司营收还在下降，股价却能创下历史新高，本益比高到141倍。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到底代表机会，还是代表高空走钢丝？这不是科幻片，这家公司就是彩玉科技，股票代码6789。更夸张的是，市场现在买的似乎不是它当下到底赚了多少钱，而是在提前买一个还没有完全兑现的 AI 未来。如果你最近看到彩玉因为台积电生态系的想象被资金一路推高，股价来到566元附近，心里应该会有一个疑问：这家公司到底凭什么？核心产品营收还没有明显爆发， CPU 相关营收目前也只是个位数占比，可是本益比已经冲到141倍，这已经不只是普通的贵，而是贵到像在机场买一杯咖啡，喝之前都会先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价格。这一期我们不只是看它涨了多少，也不只是用一句台积电概念股带过去，我们要把彩玉拆开来看，它为什么能有定价权？为什么市场愿意给它这么高的梦想溢价？为什么短期又存在明显风险？如果你只看到股价创新高，很容易兴奋，但如果你看懂背后的结构，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冲动。如果你喜欢这种把半导体财报估值用大白话讲清楚的内容，记得先点个赞，也可以收藏起来。点赞就像给频道加一点算力，收藏是给自己留一份复盘资料，订阅就更简单了。以后市场再出现这种看起来贵得离谱，但好像又有道理的公司，我们继续一起拆。彩玉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身上有一种很强的矛盾感，营收没有大幅增长，甚至部分核心产品还处在衰退状态，可是股价却创下新高。按照一般逻辑，营收变弱的时候，市场应该会担忧，但这一次市场却好像看到限量球鞋一样冲过去排队。问题来了，市场是真的集体失去理智了吗？还是说他看到了财报表面暂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东西？这件事其实可以先用一句话理解：现在市场买彩玉不是单纯买过去那个手机零组件代工厂，市场买的是它未来有机会成为 AI 光通讯基础设施里的关键节点。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慢慢说。你可以先把彩玉理解成一家很擅长做半导体光学加工的公司，它不只是做普通镜头，它更重要的能力是在晶圆上处理微透镜、彩色、滤光膜、光学结构这类非常精密的东西。你可能会问，这些小小的光学元件为什么值得市场这么激动？你想想，现在手机镜头动不动就2亿像素，车用传感器要清楚看见路况，未来 AI 服务器还要靠光来传输资料，只要精度稍微有一点差错，效果可能就会差很多。这不是厨房切菜，切大一点，切小一点，最后大概还能吃。这是半导体级加工，参数只要错一点，良率就可能明显变差。彩玉的第一层护城河就是所谓的 recipe， 也就是独门制成参数。这个词听起来像厨房秘方，实际上也确实有点像。同一道菜，盐放多少，火候多久，什么时候翻面，都会影响最后味道。半导体光学加工也是一样，曝光、涂布、时刻、对位、材料、配比，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确调试。不是说你买到同样的设备就能做出同样的结果，哪有那么容易？这也是客户不太愿意随便换供应商的原因。资料里提到，如果竞争对手要重新开发参数，调整良率可能要花18个月。18个月是什么概念？足够市场热点变好几轮，也足够很多投资人从长期看好变成我先冷静一下。对客户来说，换供应商不是换奶茶口味，今天喝珍珠，明天换椰果，没什么大不了。换供应商意味着产品质量、交货时间、验证成本都要重新来一遍。所以彩玉能比二线厂有15%到20%的溢价，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同样的东西，我卖的比别人贵，客户还愿意买，为什么？因为客户买的不是便宜，而是稳定。很多时候，大客户不怕多花一点钱，他们更怕的是良率不稳定，交货时间不稳定，产品出问题。便宜但不稳定的供应商，就像一个特别便宜的闹钟，你买回去以后，才发现他每天早上随机决定要不要叫你。护城河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有几个技术名词就叫护城河，真正的护城河是客户离不开你，对手追不上你，而且你还有一点定价权。彩玉在晶圆级光学镜头，也就是 WLO 这类领域，长期和大厂合作，它的制程参数和客户需求深度绑定，这种关系有点像老店师傅，菜单不一定花哨，但火候别人就是学不了。第二层护城河是资本投入和规模经济。资料里提到，彩玉计划在2026年投入7000万美元，把8飞厂升级成12飞厂。很多人一听到资本投入就皱眉，又要花钱，又会有折旧压力。但这里有一笔很关键的数学账，12飞晶圆的面积比8飞大很多，单片晶圆切出来的光学元件数量可以提高到大约2.25倍，可是整体加工成本只增加大约40%。你看，这不只是扩大产能这么简单，这是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举个不太严谨但容易理解的例子，以前你用小烤盘，
一次烤20片饼干，现在换成大烤盘，一次能烤45片，可是电费和人工并没有同步翻倍，那每一片饼干的成本是不是就下降了？半导体当然比烤饼干复杂得多，但背后的道理类似，一旦规模上来，成本优势就会变得明显，这对竞争对手并不友好。因为想追上彩玉，不只是要会做，你还要花钱升级设备，要花时间调参数，还要找客户验证，每一步都不容易。更麻烦的是，如果彩玉已经靠12飞厂把单位成本压下去，2线厂可能技术还没追上，成本差距就已经拉开了。这就像你还在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别人已经骑着电动车上坡，压力当然不小，但问题也在这里，护城河再深，能不能支撑141倍本益比，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一家好公司不代表任何价格都值得买。你可能很喜欢一家餐厅，但如果一碗面卖你500块，你还是会看一眼菜单，确认里面是不是藏了什么惊喜。彩玉现在的估值，就是市场在问它的未来到底值不值得这么贵？答案绕不开 CPO。CPO 也就是 CO 减 Packaged Optics， 中文通常会说共封装光学，也和汉光子、光通讯相关技术有关。你不要被名字吓到，说白了就是 AI 算力越来越大，资料传输越来越多。如果继续依靠传统电信号传输，就会碰到频宽、耗电、散热这些问题。铜线就像老式水管，流量一变大，压力就出来了。未来数据中心想更快、更省电，就需要更多光通讯方案。AI 时代，普通人最容易忽略的不是算力，而是数据怎么移动。数据要在不同芯片、不同服务器、不同机柜之间高效流动。你可以把 AI 数据中心想象成一个超级忙碌的厨房， GPU 是大厨，服务器是灶台，模型是菜单。可如果传菜通道很窄，菜做得再快也送不出去。CPO 要处理的就是这个传菜通道的问题，这样是不是一下子好理解很多？彩玉被资金追捧，是因为市场认为它可能在 CPO 里的微结构、微透镜、光学加工环节处在关键位置。市场想象的是，到了2027年左右， AI 算力基础设施继续升级，光通讯需求扩大，到那个时候，彩玉就不只是手机镜头供应链的一部分，它可能变成 AI 基础设施里一个不显眼但很重要的节点。你看，故事一下子就变大了。这就是市场愿意给它高市盈率的原因，不是因为当下 CPO 营收已经很高，恰恰相反，目前相关产品在实际营收里的占比还不到个位数。市场买的是未来，它买的是 CPO 有机会从个位数占比变成重要收入来源的转变。这当然有点反常规，现在还没赚到大钱，股价却已经把未来算进去了。资本市场有时候就是这样，餐厅还没正式开门，门口已经有人拿着号码牌等着试吃。不过你不要只看到未来很大，就以为现在一定安全。 CPO 的想象确实很吸引人，但要把想象换算成现在的价值，中间还有很多问号。第一，量产进度能不能按照市场期待推进？第二，客户导入会不会延后？第三，竞争对手会不会追上？第四，资本支出会不会带来折旧压力？第五，估值是不是已经提前把太多好消息都算进去了？这些问题不能忽视。我们来做一个冷静的压力测试。资料里使用 DCF， 也就是现金流折现法。假设未来5年自由现金流以 18.5% 增长，推算出来的内在价值大约是420元，而市场价格来到566元附近。这意味着市场价格比估值结果高出大约 34%。这代表什么？代表你现在买入可能不是在买便宜的好公司，而是在买一个未来必须非常顺利的高期望。 DCF 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就是把未来可能赚到的钱折算到现在，看看现在这个价格合不合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买房收租，你会估算未来租金、维修成本、空置风险，再决定现在的房价能不能接受。股票也是同样的道理，公司再有未来，如果价格已经把很多年后的好处提前算进去，你的安全空间就会变窄。安全空间太窄，就像手机只剩 5% 电量，却还要开导航，心里当然不踏实。技术面也出现了一些警示信号，股价和季线的乖离率高达 67.44%， RSI 超过85，短期已经处在比较火热的状态。你不需要迷信技术指标，但也不能完全不看。乖离率过大，意思就是股价跑得比均线快很多。这就像你的朋友平常慢跑，今天突然用短跑速度跑了很久，你肯定会问一句，你还能撑得住吗？ RSI 超过85也说明短期买盘情绪很热。市场火热不代表马上就会调整，但它代表追进去的人需要更强的心理承受力。很多人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出错，看到股价一直涨就觉得不买会错过，买进去以后只要稍微回落就开始慌。你以为自己在投资，其实是在和情绪拔河，而且那根绳子还很滑。筹码面也有变化。4月22日那一天，
外资卖出超过1855张，这可以理解为趁价格高的时候获利了结。我们不能说外资卖出就一定不好，外资也会调整仓位，也会做短线操作。可是当股价在高位，技术指标又比较热，估值溢价也很高的时候，外资卖出至少是在提醒你，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开始把桌上的筹码收回去了，你还要不要追就要更谨慎。这里很容易出现一种误解，有人会说，既然公司长期这么好，短期贵一点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听起来很有格局，但你还是要看买入价格和持有时间。长期被看好的公司，如果短期估值太高，也可能让你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震荡。你买到的是好公司，可如果买在特别兴奋的时候，体验可能就像高价买到一张演唱会门票，歌确实好听，但钱包在旁边沉默不语。更实际的是，目前 CPO 营收占比还比较低，可是研发费用已经连续3个季度占营收比重超过12%。研发投入高不一定是坏事儿，特别是在技术转型期，公司确实要提前布局。问题是，如果研发费用长时间不能转化成实际营收，市场就会开始重新计算。毕竟研发不是许愿机，把钱投进去不会自动变成利润。这就是采玉最微妙的地方，它不是没有价值，它很有价值，但它现在的股价已经要求未来很多事情都要顺利。CPO 要按计划量产和出货，12飞场升级要顺利，高毛利产品占比要持续提高，客户导入不能太慢，竞争也不能太激烈。市场给高估值，就像老师提前给你打了高分，但期末你必须交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风险是设备和技术供应链的不稳定，半导体产业链非常长，设备、材料、客户验证、国际政策环境都可能影响进度。我们不用把风险说得太夸张，但你要知道，越是精密的产业，越害怕某个关键环节被卡住。就像你组装电脑 ，CPU 和显卡都买好了，结果电源一直没到，整台机器还是开不了。如果 CPU 量产推迟，或者手机市场需求一直低迷，采玉的股价就可能面临重新定价。资料里提到，如果市场情绪发生变化，股价有可能回落到320元左右。这个数字不是预测，也不是保证，它只是一个压力情境。重点不是具体点位，而是提醒你，当市场买的是未来，一旦未来往后拖，估值就会被重新考虑。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期是在泼冷水，其实不是。我们讲风险，是因为采玉不是一家质地很差的公司，相反，它的财报里有不少亮点。真正有用的分析，不是看到贵就说不好，也不是看到未来就说一定好，而是同时看到它的底牌以及它的价格。这不比单纯喊多喊空更有价值吗？中间提醒一下，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这期内容帮你把高本益比背后的逻辑和风险拆开了，记得点个赞，也建议你收藏。因为采玉这种案例很适合之后复盘，市场什么时候买梦想，什么时候看兑现，这类公司就是很好的观察样本。接下来我们聊聊财报里的深水区。最有意思的是，采玉的营收没有出现爆发式增长，但盈利质量和现金流明显变好了。资料里提到，2025年第4季营业现金流入达到12.89亿元，远高于账面净利3.85亿元。看到这个差距，其实应该眼睛一亮，因为净利是算出来的结果，现金流更像是公司真真切切收到了多少钱。很多公司利润看起来不错，但现金流不行，那就像照片滤镜很厉害，真人状态却一般。采玉这次不太一样，营业现金流明显高于净利，说明获利含金量还不错，收款、库存、营运周转可能比表面看起来更健康。对制造业公司来说，现金流非常关键，因为它要持续投设备、投研发、买材料。如果现金流撑不住，再好的转型故事都会出问题。ROE 也值得留意。资料里提到，采玉股东权益报酬率明显回升，而且权益乘数从 1.31 降到 1.21， 这个细节很重要。ROE 上升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公司真的赚得更好，另一种是靠提高负债、增加杠杆，让数字看起来更漂亮。采玉这里权益乘数下降，代表负债程度减少，在负债降低的同时 ROE 还能改善，这就比单纯靠借钱撑数字更健康。用生活例子来讲，2个人收入都变高了，一个是工作能力提高，工资上涨，另一个是靠刷卡消费，让表面生活看起来更奢华，你肯定更认可前者。如果采玉的 ROE 改善不是靠增加负债，而是靠产品组合和营运效率，那就说明公司体质真的在变好。这一点是很多人只看营收时容易忽略的。真正关键的地方是产能置换，这个词听起来很工厂，但其实很好理解。采玉不是单纯扩大厂房，它是在现有产能里把低毛利的手机相关订单逐渐让位给更高毛利的车用。 CPO 光通讯相关产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栋商场，原本1楼租给低租金店铺，现在慢慢换成高租金品牌店。商场面积没有变化，但租金收入和利润结构变了。
这就是为什么营收总额看起来没有特别夸张，但毛利、净利、现金流却有可能改善。低毛利产品减少，高毛利产品增加，营收不一定马上爆发，但每一块钱收入带来的利润变得更厚了。这个逻辑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只盯着营收增长，看到公司营收没有明显成长，就觉得它没成长。但如果产品组合正在优化，公司盈利能力可能已经在内部发生变化。资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高毛利产品占比每提升 1%，EPS 增长幅度可能会被放大 1.5 倍。这就是所谓的非线性效果。简单讲，产品组合只要稍微改善一点，利润可能会被放大更多。为什么？因为固定成本就在那里，厂房、设备、人员、折旧很多都相对固定。当高毛利产品进来以后，增加的利润会更明显的流到每股盈余上。这有点像你开一家咖啡店，房租和员工工资已经固定，原本你主要卖普通美式，毛利一般，后来多卖一些高毛利特调，收入可能只是多一点点，但利润可能多不少，因为基础成本不用重新来一遍。制造业也是类似道理，产能利用和产品组合一旦优化，利润弹性就会变强。所以彩玉真正的故事不是营收衰退但股价乱涨这么简单，它更像是公司正在进行 DNA 转型。过去它相对依靠手机影像相关需求，现在它慢慢转向车用、光通讯、CPU 这类高附加值领域。市场给它高估值，是因为相信这次转型会打开更大的利润空间。问题只在于市场是不是给的太早，给的太多。这就像一个学生，平常成绩还不错，现在准备转去一个更难但前景更好的科系，老师对他有期待，也愿意提前看好，可是最后能不能真的考出高分，还是要看考试结果。彩玉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基础不差，方向也吸引人，但股价已经像提前举办了庆功宴，你作为投资人要不要参加这场宴会，关键就看门票是不是太贵。我们再把逻辑理一遍。第一，彩玉有技术和时间上的护城河，客户更换供应商的成本比较高。第二，12飞厂升级有机会带来成本优势。第三， CPU 打开了 AI 基础设施的想象空间。第四，财报显示现金流和 ROE 确实有改善。第五，估值、技术面、筹码面都提示短期风险偏高。你看，这不是一道黑白分明的题，它是一道需要耐心拆解的综合题。如果你是偏长期的投资者，彩玉确实值得放进观察名单，因为它的转型路径有逻辑，现金流和产品组合也有积极信号。但如果你只是看到股价新高才想追，就要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知道 CPU 什么时候能贡献明显营收吗？我能接受估值下修吗？我是不是只是害怕错过？如果答案不清楚，那就先不要让情绪替你做决定。很多投资者在这种股票上特别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只看未来，不看价格，觉得 AI 厉害， CPU 重要，台积电生态强，所以不管什么价格都想买，这个想法很危险。第二，只看估值，不看转型，看到141倍本益比就直接说它没有价值，这也太简单粗暴。真正的难点是既要承认它有价值，也要承认现在的价格可能已经不便宜。这就是投资让人犯难的地方。好公司和好价格常常不会同时出现，你喜欢它不代表你必须立刻买，你觉得它贵也不代表它一定马上调整。市场有时候能在高估值上维持很久，因为资金愿意继续买梦想，但一旦兑现速度跟不上，调整也可能来得很快。这很像追剧，前面铺垫很带劲，可后面剧情如果接不住，观众马上就会开始挑细节。那后续应该重点追踪什么？第一，看 CPU 相关营收占比是否真的从个位数往上走，而且要看持续性客户导入，不是一次性订单。第二，看研发费用能不能慢慢转化成新产品收入。第三，看12飞厂升级之后，折旧压力和成本优势能不能真正体现出来。第四，看营业现金流是不是继续比净利强。第五，看高毛利产品占比是不是持续提升。这些指标比天天盯着股价更有意义。股价每天跳来跳去，就像短视频评论区情绪很足，但财报和产业进展才是公司基本面真正留下痕迹的地方。如果你只看 K 线，很容易被短期波动牵着走。如果你盯住关键验证点，就能知道市场上的故事有没有一步步变成现实。投资不是听完故事就睡觉，投资是要看故事有没有变成订单和现金。也不要忘记，外资大量卖出， RSI 过热，乖离率过大，这些短期信号虽然不能单独决定长期价值，但会影响入场节奏。很多人看好公司，却输在买入时太冲动。就像你看上一件不错的外套，却在价格最高的时候买下来，后来打折，你就会很懊恼。东西还是好东西，但你的体验被价格影响了。股票也是同样道理，价格本来就是投资体验的一部分。如果未来股价回到更合理的位置，同时 CPU 进展持续兑现，
那么彩玉的吸引力会更充分。反过来，如果股价继续在高位拉开，但营收贡献迟迟没有改善，风险就会越来越集中。你要学会等待，不是等到完美，因为市场没有完美，而是等到风险和回报更加平衡。耐心不是不行动，耐心是不要让情绪替你交智商税。坦白说，彩玉这种公司特别适合市场讲故事，它有台积电生态系标签，有半导体光学技术，有 AI 算力基础设施想象，有 CPU 趋势，也有财报质量改善。每一个关键词都很能吸引资金，但越是关键词密集的公司，越需要冷静，因为市场的热情可能会把很多未来提前打包进今天的价格里。买之前，你要确认自己不是在买一份过度包装的未来礼盒。这里还有一个小提醒，半导体供应链的转型通常不是线性发生的，它可能某个季度看起来没什么动静，下个季度突然出现客户验证进展，也可能大家期待很高，结果量产时间往后延。你不能用短期情绪判断长期趋势，也不能用长期趋势忽略短期估值，两边都要看，这才是最难的地方。简单答案听起来很爽，但市场往往最喜欢收拾那些只想要简单答案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一期把彩玉的护城河、CPO 想象、估值风险和财报底牌讲清楚了，记得点个赞，也欢迎收藏这期。等之后彩玉公布新财报或者 CPO 有新进展，你可以回来对照我们今天讲的验证点，订阅频道。后面我们继续分析半导体和 AI 产业链里那些贵的有理由，但也贵的有风险的公司。最后送你一句很重要的话，彩玉不只是简单的泡沫，也不只是简单的便宜机会，它更像是一家公司从手机光学加工往 AI 光通讯基础设施转型的过程。这条路是存在的，车也不差，但现在的价格已经不低。你要做的不是被股价新高吓倒，也不是被 AI 两个字冲昏头脑，你真正要看清楚的是未来到底能兑现到什么程度，价格又已经提前跑了多远。投资最害怕的不是错过一家公司，而是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跟着热闹去买股票。像彩玉这类股票更适合用观察清单来跟踪，而不是凭情绪决定买卖。 CPO 营收占比、12飞场、成本优势、现金流质量、高毛利、产品占比、研发转化效率，这些才是后续更值得关注的重点。你把这些盯住，比天天问明天会不会涨要靠谱得多。本视频内容仅用于信息分享与个人观点交流，不构成投资建议、买卖推荐或收益承诺。视频中提及的公司价格、估值、财务数据、技术指标及产业观点都可能随市场与公司经营状况变化。股票、基金、ETF 及其他金融产品均有波动风险，你要根据自身财务情况、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并结合专业意见独立判断。不要把任何视频内容当作唯一决策依据。投资前一定要认真做功课，控制仓位，并根据自己的能力来